昨天在 YouTube 突然看到这样一个视频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很想问小粉红们，给你5秒钟说出你最爱的3样东西，你是否会不假思索地回答爱党、爱国、爱政府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想要探讨的问题是一个小粉红的养成过程。首先说说家庭因素。根据我的观察，有不少小粉红的家人或朋友在体制内工作。据统计，中国有9000多万的中共党员，在体制内工作人数有5000万。假设这5000万公务员里有4000万是党员，那14亿人里就有1亿人不能说真话，每14个人里就有1个人。所以小粉红在家庭的交际中就不太可能避免朋友、家人自发的或者只是迫于社会压力有心或无意的爱党宣言。第二，教育中夹杂洗脑。中国人从小学开始就会被发展进入共产党的政治团体。小学有少先队，中学有共青团，大学开始加入共产党。虽然并非强制性质的，甚至还需要写申请和被考核，但是通常情况下都是全员加入的。即便有些人并未加入，在教育的过程中也会被课本教育洗脑。这里用几张图简单的介绍一下如何利用课本洗脑。这是一份对中国思想品德教育的研究，乍一看很多观念都是正确的，但是洗脑通常就是告诉你一些正确概念，然后再夹带私货。你认为值得信服后，就会盲目相信所有的内容，包括其中夹带的错误信息。不难看出，中共有意在思想品德里夹杂了集体主义以及爱国爱党的重要性。这里还是要恭喜一下那些没有认真学习的学生。如果小学的思想品德教育和中学的政治历史课本学完后，你还没有爱国爱党，那很好，你还有机会进入下一个洗脑环节——媒体洗脑。不过到这一步就已经有很多人变成了小粉红，因为媒体洗脑无时无刻都在发生，根本不需要再去强调。而在成年前的教育过程中，还没有培养出独立思考能力的中国人，多半不会质疑自己所受的教育。当然，如果你在成年后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，成功的在中国这个以全国之力洗脑的独裁国家，培养出了自己的独立思想，那可以称得上是万里挑一了。今天就先讲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分享，可以关注我，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期见。